天灾末世降临第9天，我雨辰安稳地待在我那囤满物资的老楼堡垒里。窗外洪水依旧肆虐，但更让我在意的是另一件事。算算时间，网络差不多该彻底断了。好在过去几天，趁着信号尚存，我已经把全国范围内能下载的离线地图、各类实用食谱、种植养殖教程，乃至所有能想到未来可能派上用场的资料，全都下载备份完毕。看着存储设备里满满当当的知识库，心里才稍微踏实了点。给脚边蹭着的猫咪牛奶开了个美味的罐头，我又从老楼神奇的折叠空间里取出一盒热气腾腾的肥牛盖饭和一块诱人的黑森林蛋糕，吃饱喝足才有力气应对这操蛋的末世。现在孟小刀那栋楼已经被系统划入了我的净土范围，在地图上标记为1号宿舍。昨天把刘医生安置在孟小刀家照顾外婆后，我又在他们家放置了一个任意门节点，这样一来我过去就方便多了，省去了划船涉水的麻烦。填饱肚子，我起身往背包里塞了2瓶牛奶和4个煮好的白水蛋，然后直接推开老楼的门，瞬间就出现在了孟小刀家中。谁？孟小刀听到动静猛地冲出来，手里还拎着把菜刀，嘴角赫然挂着半根没吸溜完的米线，显然对昨晚的杀戮还心有余悸。刘医生也闻声出来，看到是我，松了口气。雨辰哥，你来了。我点点头，直奔主题。刘医生，外婆怎么样了？刘医生神色稍缓，病人情况稳定下来了，但需要静养一段时间，不能再受惊吓了。那就好，我把背包递给孟小刀。小刀，刘医生，你们把这个吃了。看着孟小刀还紧张兮兮的样子，我又假装在兜里掏了掏，实际是从系统空间取出一个运动手环递给他。这个拿着。孟小刀接过手环，疑惑地看着，这是系统发的奖励，通话手环。我解释道，以后就用这个联系我，功能不少，通话、定位、计时，还有微型手电和指南针，太阳能充电的，不用担心没电。孟小刀眼睛一亮，立刻迫不及待地研究起来。刘医生，我转向他，你暂时住在这里，帮忙照看外婆吧，我先回去，有事用手环联系我。刘医生点头，好的，雨辰哥。回到老楼，我迫不及待地打开了心心念念的净土小店，琳琅满目的商品看得我眼花缭乱，锋利的冷兵器、厚重的防弹装备，甚至还有火箭炮和装甲车的图标。可惜下面那一长串令人绝望的积分数字，瞬间浇灭了我的热情。眼下我唯一能买得起的，只有一把闪着寒光的3棱军刺和一件基础款防弹衣。我咬咬牙，直接下单兑换了。积分没了可以再赚，命没了就真什么都没了。防弹衣到手，与我想象中厚重的插板防弹衣不同，它更像是一件黑色的紧身长袖速干衣，材质特殊，摸上去带着韧性。我刚想试试手感，系统冰冷的提示音突然响起，警告，检测到入侵者试图突破外围防御。经我立刻冲到监控屏幕前，画面显示对面周大妈家阳台上，几个人正鬼鬼祟祟地卸下他家实木桌的桌腿，试图在2栋楼之间架设一个简陋的桥。带头的赫然是石大海，旁边站着他的女儿石爱雪，还有那个之前被我打断手的张龙，以及他几个饿得眼冒绿光的小弟。呵，看来西北风还是刮得太足，让这群人吃得有点饱了。我冷笑一声，是该再给他们下点猛药了。上辈子就是这对豺狼妇女石大海和石爱雪，趁我虚弱将我开膛破肚，吃我的肉喝我的血，这辈子也该让他们好好尝尝这人间炼狱的滋味了。那个张龙上次被我打断了手，这次学乖了，他觉得石大海是我舅舅，我不敢下死手，于是威逼利诱，让石大海出头，翻到我家里来抢物资。监控收音清晰地传来他们的对话，石大海舔着干裂的嘴唇对张龙说，去就去，不过雨辰家的粮食我得占70%。张龙眼中闪过一丝狡黠，假意应承，行，只要你赶过去，70%就70%。简陋的桌板桥颤颤巍巍地搭好了。石大海深吸一口气，小心翼翼地爬了上去。就在他双手抓住我家阳台栏杆的瞬间，啊！一声凄厉到变调的惨叫划破雨幕。石大海像被无形的巨锤砸中，整个人猛地一抽，直接从桥上滚回周大妈家的阳台。他那只触碰栏杆的右手，此刻正剧烈地抽搐着，皮肤焦黑绽开，皮肉翻卷，空气中仿佛弥漫开一股诡异的焦糊味。石爱雪吓得尖叫：“爸，你怎么了，爸？”张龙也惊疑不定，什么情况？不是早他妈断电了吗？哪来的高压电？就在这时，我慢悠悠地推开自家阳台的门，走了出去。我故意扇了扇鼻子，皱着眉，责谁家猪毛烧焦了，这么难闻。石爱雪看到我，目眦欲裂，指着我破口大骂：“雨辰，你个畜生，你对我爸干了什么？”你张龙也惊怒交加，你家到底怎么回事？为什么还有电？我假装漫不经心地从口袋里掏出个电视遥控器似的东西，随意按了一下，耸耸肩：“你们说这个啊？高压电强效防盗网呗，至于电吗？”我故意拖长了语调，这年头谁家还没囤几台发电机防身啊？对面一群人瞬间懵了。石爱雪尖声反驳：“你放屁，谁他妈有病会买发电机放家里啊？”我的谎话漏洞百出，但凡对面有个脑子正常的都不会信。可惜这群人饿疯了也蠢透了，加起来都凑不齐一个健全的脑子。石爱雪气急败坏，对着张龙等人吼道：“我家有钱，很有钱，只要你们能把他给我逮住，我给你们1人10万现金，现在就给！”张龙和他的小弟们眼睛瞬间红了。10万在末世前或许不算天文数字，但现在足够他们铤而走险。张龙舔着嘴唇，眼中凶光毕露：“石大小姐，你说真的？”
10万块，哥几个现在就给你拿下他。石爱雪怨毒地盯着我，雨辰，你等着，马上我就让你跪下求饶，不得好死。我轻佻地吹了声口哨，脸上挂着嘲讽的笑。哇，我好怕哦，石大小姐，要不你先把钱给人家，总不能让人家白白给你当狗使唤吧？空头支票谁不会开？石爱雪被我一激，立刻对他爸喊道：爸，快把你手机拿出来，先给他们转定金。石大海捂着手腕，疼得龇牙咧嘴，脸色却更加惨白。他哪还有钱？他和我妈离婚后，那点流动资金早就被我用投资理财的借口骗得精光了。看着他们父女俩窘迫的样子，我脸上的笑容渐渐敛去，只剩下冰冷的寒意。我竖起一根手指，声音清晰地穿透雨幕，传到对面每一个人耳中。最后一次机会，石大海或者石爱雪，一颗牙换一片饼干。时间截止到今天凌晨12点，过时不候。我的目光扫过石大海因疼痛和恐惧而扭曲的脸，最后落在石爱雪那张因愤怒和绝望而狰狞的脸上。二舅，表妹，我的声音带着一种近乎温柔的残忍，二位可要多保重啊，好好享受我送你们的人间地狱。